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国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中公开呼吁，必须考虑如何结束俄乌冲突，并称俄方从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那么，普京的表态会对目前焦灼战事产生怎样影响？在双方无人机、导弹、集束炸弹你来我往的情况下，俄乌冲突能迎来一个拐点吗？本期节目，评论员张学峰、黄国志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实际上，美国社会的这种反对援乌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而且明年叠加着2024的总统选举，那么民主党在台上尚好啊，那么共和党在台上甚至于有可能叫停对乌的援助，直接逼乌克兰上谈判桌啊，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又观察了美欧西方的严厉制裁，购买俄罗斯航空武器的国家会被美国制裁，导致无法同时获得西方技术。二是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导致俄罗斯国内的军事工业几乎全部改为生产前线急需的武器装备，原本的军事出口订单都已经被推后，更别说新的出口订单了。俄罗斯甚至还会截留已经生产的出口武器转为自用。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防空系统在亚速海上空摧毁了2枚乌克兰导弹，指乌方企图用改装为攻击型的 S-200防空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实施恐怖袭击。而在地面战场，据法新社的视频显示，俄军在阿夫杰耶夫卡周边防御设施和阵地上批量投放集束炸弹，一时间乌军阵地前爆炸声此起彼伏，由集束炸弹引发的爆炸持续了近半分钟，地面火光不断。这毫无疑问会对乌军有生力量造成重大伤亡。在如此高强度、高频次、大范围的集束炸弹攻击下，暴露在阵地外的乌军几乎毫无存活机会。有分析认为，俄军很有可能使用的是大威力 RBK-500集束炸弹，而且配备了远程滑翔和飞行校正系统，可对目标进行精确的瞄准。这种炸弹名称中的3个字母 RBK 代表一次性集束炸弹，数字500代表以公斤数标示的弹药口径级别。有分析认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很可能是装填100枚沙豹子弹药的 RBK-500AO 2.5 RTM， 每枚子弹药重2.5公斤，子弹药爆炸后可形成大量破片，对有生力量和车辆等目标形成有效杀伤。如果要打击装甲目标，俄军还有装填268颗 PTAB-1M 破甲子弹药的 RBK-500 PTAB-1M， 以及装填15枚莫名子弹药的 RBK-500 SPBEB。此外，俄军还拥有其他类型的同级别滑翔集束炸弹，比这种效果，会有相应的比较大的提高，但是说它完全改变了这种战场的态势，可能也过于夸大它的效用。在巴以冲突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际，普京公开呼吁必须考虑如何结束俄乌冲突这场悲剧。与此同时，西方媒体以及一些北约和欧盟高级官员也释放唯一能拯救乌克兰的武器是和平谈判的论调。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对此如何看？我觉得这表明呢，西方对乌克兰精神援助的这个耐心，包括决心正在被消磨。这种消磨呢，我觉得从3个层面。第一个是从咱的民众民意层面。那么前段时间有美国的这个民意调查机构，它的调查显示呢，美国有受访者中41%的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够多了。言外之意呢，美国可以停一停了，要解决一下自己的民生问题，自己老百姓的问题。第2个层面呢是舆论层面，刚才谈到的说这个唯一能够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个武器就是和平谈判但这是这个意大利媒体说的。另外呢，美国媒体呢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这种想法。另外一个最高层面应该就是说西方的政府层面，他们口头上仍然虽然有的还在说一定要援助乌克兰，就是为了不让乌克兰立刻倒下、立刻崩塌。所以呢，未来我觉得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会逐渐的降低，但是不会戛然而止。那这也有助于促使乌克兰包括俄罗斯双方走到这个谈判桌上。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俄军一开始在阿夫杰耶夫卡方向大规模使用滑翔集束炸弹。有分析指出，这是对乌军此前使用美国援助的集束弹药的回击。请教一下黄先生，您觉得这些备受争议弹药会使战场更为残酷吗？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就是这个潘多拉魔盒它事实上早已经打开。那么从目前的形势来说的话，双方这种你来我往这种交错的这种作战形势就有可能使得现在乌克兰战场上形成更多的伤亡，尤其是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因为这种集束弹药它所抛射出来的子弹药落到地上会因为各种原因就是没有完全的引爆，那么这些没有完全引爆的子弹药就有可能成为长久的隐患，就是成为一种某种形式上的一种地雷，它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在之前在阿富汗、伊拉克，包括在科索沃、在塞尔维亚，都有大量这种没有引爆的子弹药，会给后续的平民造成大量的伤亡。11月20号，美国防长奥斯汀访乌，这次只给乌克兰带去1亿美元的军援。美媒指出，这是迄今为止的最小金额。请教一下黄先生，您对这1亿美元是如何分析？这一次1亿美元，我认为只是说美方对于目前的乌克兰政府一种安慰的一种手段。那么从目前俄乌双方的战事来讲，都是属于一种焦灼相持的状态。这种状态，我认为会继续持续下去，至少在今年的这个冬天，包括明年的年初这样一个阶段，双方都不会有大的这个进攻或者反攻的这样一个攻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随着包括美国在内其他北约国家逐渐减少，甚至最后有可能中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那么双方才真正有可能坐到谈判桌上来进行谈判。近日，俄罗斯接连公开3位一体核力量最新动态，新一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即将加入太平洋舰队，又一枚亚尔斯装入发射井。有分析指出，俄罗斯此举不仅在于展示强大的核威慑力，更重要的是警告西方在俄乌问题上小心行事。那么，这次俄罗斯展示核力量能否有效震慑美西方呢？尽管在常规战力上与美西方存在差距，但在核潜艇、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领域，俄军依然处于领先地位。日前，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在国防部部务会议上表示，3艘最新的北风之神 A 级核潜艇已经加入海军战斗编程，还有1艘该级别核潜艇亚历山大3世号也即将完成国家测试并加入太平洋舰队。俄塔社报道称，北风之神 A 级属于第4代核潜艇，目前还有3艘正在建造中。北风之神 A 级核潜艇被美国军事专家称为“末日机器”。该级艇长170米，艇体最大直径13.5米，水下排水量2.4万吨，是世界上第2大的潜艇，仅次于苏联时期建造的台风级。与其他战略核潜艇相比，北风之神 A 级在外形上进行了多处重大改进，龟背只是微微隆起，全艇线条更加流畅，从而降低了水下阻力，提升了静音性能。再加上采用泵喷推进器，在艇体表面铺设新一代消声瓦等，在航行时的噪音降到了100分贝以下，接近海洋背景噪声。除了优越的隐身性能以外，更重要的是其拥有的恐怖战力。根据俄罗斯公开的消息，可以携带16枚射程8000至1万公里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每枚布拉瓦可携带6至10枚分导核弹头。这也就意味着1艘潜艇就具备摧毁一个中等国家的威力。目前，俄罗斯海军拥有的现役弹道导弹潜艇共有10艘，包括3艘北风之神级、3艘北风之神 A 级和4艘德尔塔4级。其中6艘北风之神系列都是在2010年后才入役的，而4艘德尔塔4级虽然于苏联时期建造，服役时间超过了30年，不过都在2010年前后进行过现代化改装，换装了新的弹道导弹、探测系统、动力系统。俄罗斯目前的水下核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其中呢德尔塔4级相对落后一些，但是总体打击能力也是相当强的，因为
每一艘德尔塔4级呢可以携带16枚轻舟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每一枚可以携带4枚分导核弹头啊。俄罗斯现在的水下核力量跟美国海军相比的话，也是呢不落下风。除了水下力量以外，俄海军水面舰队也将迎来好消息。绍伊古日前表示，俄舰艇今年在世界海洋巡航50余次，航程超过20万海里，以遏制北约海军部队。据塔斯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俄海军基洛夫级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2个核反应堆可能会在月底正式启动，时间为11月30号。这也意味着这艘超2万吨级水上巨兽即将复活。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是冷战时期苏联红海军倡导大船巨舰饱和打击时代的产物，也是苏联建造的全球最大、最有作战威力的核动力导弹巡洋舰。舰上堆满了性能各异的导弹，装载导弹数量接近500枚，堪称一艘海上武库舰。基洛夫级巡洋舰一共建造了4艘，除了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以外，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拉扎耶夫海军上将号已经退役，彼得大帝号仍在服役，并担任俄海军北方舰队的旗舰。塔斯社今年7月报道指出，俄罗斯海军已经决定在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巡洋舰的维修和现代化改装工作完成后，彼得大帝号也将正式退役。据了解，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于1988年开始服役于苏联海军，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军费短缺，仅使用了8年便被封存，处于退役状态。2012年，俄罗斯海军重新起风，并计划为其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升级。在现代化改装过程中，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重点升级了武器与舰载电子设备。在主战武器方面，原先的 P700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发射筒被更换为了80单元的 3S14通用垂发系统，具备使用 3S14口径 NK 巡航导弹、P800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3M22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能力。也就是说，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将同时具备强大的反舰对陆攻击能力。此外，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防空能力也得到了强化，舰载版 S300F 升级为 S300FM， 多目标接战能力增强了1倍，导弹的有效射程也从90公里提升到了150公里。另一方面，舰首出的近程防空垂发系统则更换为了 3S97垂发系统，主要装填陆基 S350防空系统使用的 9M100或 9M96防空导弹，共同构成远中近多层防空网。这艘舰呢，经过现代化改装呢，总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这艘舰呢，毕竟是苏联时期建造的，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它也是明显落后了，恰恰反映出来俄罗斯海军现在的窘境，也就是呢，没有能力建造大型水面舰艇，只能建造呢轻型水面舰艇，单靠它去在远洋呢跟北约进行对抗，那还是呢不行的。日前，俄罗斯再次高调展示陆基核力量。俄罗斯驻卡卢加州的科泽利斯克导弹兵团将1枚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装入发射井，已完成固定警示部署。俄国防部在介绍导弹安装过程表示，亚尔斯导弹利用特种运输装载机的液压装置装到发射井中，技术操作持续数小时。而从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视频可以看到导弹运输与装填的全过程。眼尖的军迷注意到，使用的画面全是近景和特写，应该是为了避免暴露部署地点。亚尔斯服役数量已经超过100枚，有地面车辆机动发射和发射井2种。根据俄官方公布的数据，亚尔斯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2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0马赫，能够从俄境内打到美国全境。值得指出的是，自2021年1月以来，俄国防部已经多次公开亚尔斯入井的消息，说明这款导弹已经上膛。英国《每日邮报》曾表示，这么做的目的是向西方发出信号。发射井发射的亚尔斯呢，打击精度特别高，
再者呢，就是反应速度特别快，因为呢，它本身呢就是在发射井里面的，不用进行任何发射之前的测地，也就是呢对大地进行测量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使得呢它在进入发射井的时候那相关的数据都已经定好了，因此呢，一旦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就可以发射。这呢也就使得它的反应速度要超过机动发射型的ER-4的。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战略火箭兵首个配备萨尔马特的导弹团将于今年12月投入战斗值班。目前，萨尔马特导弹正在为飞行、设计试验做准备，其中包括发射导弹飞越南极。不过，官方并未公布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计划。萨尔马特唯一的试射是在2022年4月20号，当时从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发射的导弹成功命中勘察加半岛库拉靶场的目标。萨尔马特导弹的总设计师曾表示，萨尔马特将在未来40到50年里确保俄罗斯的安全不受外部威胁。那么，萨尔马特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它又具有哪些其他洲际弹道导弹所没有的硬功夫呢？我旁边的这个就是 RS-28萨尔马特的模型，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的新噩梦。俄罗斯曾公开萨尔马特的相关参数：导弹长35.5米，直径3米，起飞重量为208吨，比4枚亚尔斯加起来还要重，接近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服役的 R-36M 导弹，也就是北约所说的撒旦，成为俄军战略导弹史上第2款起飞重量超过200吨的型号。萨尔马特之所以做得那么重，是因为它和撒旦一样采用了液体火箭发动机，优势在于比冲大，通俗讲就是推力巨大。庞大的身形赋予了萨尔马特出众的性能，尤其是打击能力惊人。萨尔马特的有效载荷高达10吨，可携带10枚重型或15枚中型分导核弹头。萨尔马特如果搭载10枚75万吨 TNT 当量的分导核弹头，威力上是广岛原子弹的500倍。如果搭载的是1枚2500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头，威力更是可以提高到广岛原子弹的1600倍，是真正的所谓末日武器。随着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技术的发展，萨尔马特也可以携带3枚 YU-71或24枚 YU-74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携带常规弹头。这2类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特点是在被萨尔马特加速到20马赫以上之后放出去，能够在大气层边缘和大气层内进行打水漂式的跳跃滑翔飞行。而在高超音速飞行时进行机动，几乎可以100%确保突破敌人的防空和反导系统。普京多次称赞萨尔马特，表示其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这是因为它有一招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敌方目标的杀手锏。萨尔马特的射程高达18000公里，比美国现役的民兵3洲际导弹要多了5000公里，是目前世界上射程最远的洲际导弹。一般情况下，俄罗斯的陆基战略导弹威慑美国的路线是从北极方向飞往美国本土，而萨尔马特据说可以绕道南极回身打击，能更有效地避开美国的反导系统。因此，萨尔马特还没服役的时候便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一旦在试射过程中飞越南极，无疑是对美国发出最强硬。因为从南极进行突防然后再杀向北美大陆也就是杀向美国本土的话，那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美国很难防御，因为美国现在所部署的反导系统主要是面对北方的，而对于南极方向那美国部署的反导系统非常非常少。俄海军水下力量新锐还包括亚森 M 级攻击核潜艇。据俄方透露，亚森 M 级核潜艇除了搭载口径 PL 巡航导弹以外，还将搭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届时，这款被称为水下核巡洋舰的潜艇反航母战力到底有多强呢？黄先生，对于现在亚森级核潜艇的那个反航母能力，我认为来说的话，在配备了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之后，确实有一定提升。因为这款导弹我们知道它的射程超过上千公里，那么最大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战斗部是400公斤，这个都是目前世界上非常先进非常前沿的一些技术性能。但是我们要讲反航母作战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作战的这样一个形式。首先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敌方的航母在哪里，是否能够实现稳定的、持续的跟踪锁定，这个是实现反航母作战的一个先决条件。在苏联时代，是当时苏联以海军包括岸基航空兵也好，包括这个水面舰艇也好，构建起一套非常完整的对美国航母编队的侦察监视包括跟踪体系。那么现在对于俄军来说，它已经没有苏联时代那么完整。日前，俄罗斯驻卢卡加州的科泽利斯克导弹兵团将一枚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装入发射井，完成固定警示部署。自去年以来，已经有多枚亚尔斯装入发射井，并且都高调公开视频。请教一下张先生，您是如何来看待俄军陆基战略导弹部队密集换装背后的用意？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既有这个机动发射的型号，也有紧急发射的型号，这样呢，极大提高了它的这个陆基核打击能力的安全性，和它的突防能力。因为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增加了它的这个弹头的机动能力，而且使用了很多突防手段，可以突破美国的这种反导系统。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公布相关的视频，也表明他想加强这种核威慑的效应，进行秀肌肉。我们知道，在这个核威慑这个方面有一句话，就是核导弹的作用在于它位于发射架上，也就是说，核导弹如果发射出来，那可能就是到了世界末日了。它的作用在于核威慑。那么核威慑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对手看清、看到你有实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俄罗斯把相关的这个装填画面公开，就是为了给美国看，让美国在这个采取行动的时候要这个三思而后行，也是在告诫美国不要在这个援助乌克兰方面走得太远做得太过。日前，印度高调宣传莫迪试乘国产光辉战机的消息。莫迪在视频中频竖拇指，大赞印度的骄傲。事实上，印度卖力推销光辉战机，却在迪拜航空展上翻车，备受质疑。而印度海军对外宣称要建造8艘1.3万吨级的大型驱逐舰，也不被看好。那么，莫迪鼓吹印度制造多年，其军工实力到底有哪些发展？据印度教徒报11月25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班加罗尔试乘了印度国产双座型光辉轻型战斗机，试乘时长为30分钟。试乘过程中，莫迪频频竖起大拇指。事后，莫迪还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称，此次经历值得纪念，光辉战机是印度的骄傲，展示了14亿印度人的力量和能力。然而，在11月13号至17号举行的迪拜航空展上，印度光辉战机却因出现故障，无法参加飞行表演，被踢出了表演列表。有评论认为，莫迪这次倾情出演，意在为光辉战机打广告，挽回在迪拜航空展上翻车的负面影响。光辉战机号称是世界上最小、最轻的超音速战斗机，印度国内将其称为“印度之光”，却也被外界认为是史上最难产的战机。印度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制光辉战机，由于研发速度慢，总共花了30多年，才在2015年正式向空军交付。不仅如此，光辉战机造出来之后，还因为性能平平，被印度海军拒绝使用，印度空军也大幅减少订单量。2005年，印度空军订购了40架光辉战机，2020年则以作战能力非常有限为由，要求将40架中的20架退货。印度这些年来仍在不断地对光辉战机进行改进，已发展出3种型号，分别是空军使用的单座型和双座型，以及航母舰载型，但还没有一款拿得出手的。然而，在莫迪政府介入下，去年2月，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获得了为印度空军生产83架光辉 Mk1A 战斗机的订单，总价值60亿美元。首批光辉 Mk1A 战斗机计划于2024年初交付给印度空军，以填补因退役老式米格21战斗机而出现的轻型战斗机空白。而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印度空军在今年11月再度提出采购97架光辉 Mk1A 战斗机的计划，预估采购总价为70亿美元。不过，印度与俄罗斯联合研发的布拉莫斯导弹近来有了新的突破。
11月22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印度海军从英帕尔号驱逐舰试射增程型布拉莫斯导弹，测试取得成功。印度海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英帕尔号驱逐舰形成战力前首次试射增程型布拉莫斯导弹，显示出印度海军在战备状态上有所提高，同时造船技能也在不断的增强。也显示出印度国产武器和平台可靠性。据报道，英帕尔号属于印度海军维萨卡巴特南级驱逐舰，由印度马扎冈造船厂建造。有观点认为，这次试射成功无疑能够提升印度海军制海能力，将助长控制印度洋的战略野心。它试射这个增程的导弹，只不过就是为了加强它对印度洋的控制。那么提高它在印度洋海上的这种制海能力，所以说印度的这个海上战略一直以来就是成为区域内最强的海军强国。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是印度海军现役最新型的导弹驱逐舰，是继加尔各答级驱逐舰之后开展的印度国产驱逐舰建造计划 Project 15B 的产物。因其名字过于拗口，所以外界一般称其为 P15B 型驱逐舰。那么这款驱逐舰性能如何？搭配布拉莫斯有怎样的反舰能力呢？印度计划共建造4艘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3艘已经服役，1艘正在西装。此次发射增程型布拉莫斯导弹的英帕尔号，今年10月20号才交付给印度海军，舷号为 D68。英帕尔号全长163米，宽17.4米，吃水6.5米，满载排水量7400吨，满编人员300人，最大航速超过30节，18节航速下的续航力为8000海里，海上自持力为45天。印度海军将这款驱逐舰称作是印度海军面向21世纪的先进作战舰艇，并声称其国产化率达到65%。然而，仔细分析发现，英帕尔号的核心部件几乎没有一个是印度自制的。该舰的主要装备来自众多不同的国家，使其成为世界上装备来源最复杂的战舰。具体来说，动力系统的2套燃气轮机组来自乌克兰曙光设计局，但低速航行用的2台柴油机却来自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和德国戴姆勒的合资企业贝尔根海士。3座标远程搜索雷达的技术来自法国泰利斯集团，4台柴油发电机组来自芬兰瓦特希拉公司，而驱动用的柴油发电机却来自美国康明斯公司。防空使用的4面阵相控阵雷达、4座8单元垂直发射装置和巴拉克8防空导弹由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生产。反舰导弹所用的2座8单元垂直发射装置、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和鱼雷、2座反潜火箭发射装置、4座近防炮都来自俄罗斯，76毫米舰炮来自意大利奥托梅拉拉公司。作战装备来源的杂乱和无序可见一斑。全世界除了印度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一艘作战舰艇上整合来源如此之多的子系统装备。就连该舰搭载的增程型布拉莫斯导弹，核心技术也是来自俄罗斯。布拉莫斯是由印度与俄罗斯在俄制宝石出口型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联合研制的一款超音速反舰导弹。布拉莫斯它的全长是8.1米，弹径0.67米，发射重量3吨，可携带300公斤常规弹头，采用小型整体式冲压发动机，速度2.8马赫，最大的射程为290公里。而增程型的布拉莫斯在不改变导弹外形尺寸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导弹的冲压式发动机性能，使用复合材料减少重量，增加燃料，从而延长射程。据报道，增程型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500公里，能够显著提升印度海军的反舰能力。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负责人曾表示，射程800公里甚至更远的布拉莫斯也正在规划研制中，同时还将换装新型冲压发动机，使其最大的速度从2.8马赫提升到4.5马赫。印度海军曾表示，其所有一线战舰都将配置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此外，还计划让布拉莫斯反舰导弹打开国际市场。然而，令印度十分郁闷的是，虽然俄印成立的合资企业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在各防务展都大力推销该导弹，但是实际购买者目前仍寥寥无几。
印度海军目前一共有150多艘舰艇，其中包括航母2艘、驱逐舰10艘、护卫舰16艘、登陆运输舰6艘、补给舰4艘、潜艇17艘，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型舰艇。印度曾一度计划要在2017年左右达成3航母目标。当时，印度一方面从俄罗斯引进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并对维拉特号进行延寿；另一方面，开工建造国产首艘航母维克兰特号。但维克兰特号没能在2012年服役，而维拉特号进入2010年后，基本处于不可用状态，于2017年正式退役，导致印度3航母之梦破碎。如今，印度将希望放在第2艘国产航母上。印度媒体近日报道，印度国防部官员表示，已经收到由印度海军提出的关于建造第2艘国产航空母舰的提案。这艘航母计划交由科钦造船厂建造。印度现在装备了2艘航母，它的目标是说要装备3航母，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永远保持2艘这个航母在印度洋方向上的这个存在。实际上印度装备航母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印巴战争之中，它也曾经使用过航母。它秀航母这件事儿呢，可以说是它的传统的一个秀肌肉的手段。那么它也呢希望通过这个航母呢获得这个印度洋上空的这个制空权，这个也是印度一直以来呢认为它在印度洋上很有把握的一个原因。除了航母以外，印度还要大量建造水面和水下舰艇。据《印度时报》网站9月18号报道，印度计划到2035年拥有175艘军舰。按照印度的预期，175艘各型水面舰艇和潜艇将是一支规模庞大且综合战力十分完整的现代化舰队。据报道，印度海军目前已经订购68艘舰艇，总价值估计为20万亿卢比。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印度时报》将没有签订采购合同，甚至没有获得印度政府和议会审批的意向也纳入了清单。此前，印度海军公布了下一代主力舰艇建造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款万吨级大型驱逐舰。印度媒体报道指出，印度打算第一批直接建造8艘这款驱逐舰。公开的消息显示，印度的新型驱逐舰要在吨位和导弹发射单元数量上大做文章，宣称排水量达到1.3万吨，配备144个垂直发射单元。但从印度此前造舰历史来看，能否造出来备受外界质疑。即便造出来了，数量和性能也不被看好。印度造舰是必须与国外合作的，因为它自身的这个产业链恐怕无法支持这个完全的造这种大型水面舰艇。从它的这个工业配套来说的话呢，它造万吨级的这个舰艇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有效整合相关产业链配套呢，也是一门学问啊。所以说，印度在这方面呢，这个只能说勉勉强强，它肯定能完成，但是完成到什么程度，这事儿就存在疑问了。印度卖力推销国产光辉战机，却在迪拜航空展上翻车。莫迪高调试乘打广告，所谓印度的骄傲，性能如何？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日前，印度海军导弹驱逐舰成功试射了增程型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这也是该型导弹首次从一艘军舰上进行发射。请教一下黄先生，射程从200多公里提升到500公里，能带来多大的战力提升？事实上，反舰导弹还要涉及到，比如导弹本身的隐身性能、导弹的这个飞行速度，以及导弹的这个飞行弹道的选择，各个方面都要综合进行考虑。那么具体到现在印度这款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它从原先的200公里最大射程，现在提升到500公里，那么只是意味着这款反舰导弹它的发射平台在实战中这个安全性或者说生存能力会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布拉莫斯这款
反舰导弹只是简单的增程，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比如说最大飞行速度依然是2马赫左右。那么这种速度的话，事实上在目前的这个舰载防空反导系统已经飞速发展的这种情况下，事实上这种2马赫的飞行速度已经很难达成这个高效的突破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只是单纯的将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进行提升到原来的2倍，这种对于这个布拉莫斯导弹的这个作战能力提升是非常有限的。印度海军提出要建造1.3万吨大型驱逐舰计划，并且第一批要直接建造8艘。然而，这计划却备受质疑，外界还认为这是印度又要争第一的表现。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对此如何看？我觉得印度建造万吨大驱呢，它这个有需求有基础，但是呢，它如果说想按时的交付，也有很大的困难。首先看它有需求，目前呢，印度有2条航母，而且呢还有后续的建造计划。那么为这2条航母进行区域防空，那么目前的它的驱逐舰的水平还是不够的，而且呢，未来的驱逐舰还要具备对地打击能力，包括增强它的对海打击能力。像这个印度装备研制普遍有这个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干打雷不下雨的这个情况，很多装备大幅度的拖延导致出现这种这个装备积落后的局面，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那么未来它的万吨大驱建造呢，会面临更多的问题，特别是如果它要为它的这个航母这个编队提供更强的探测能力，要使用更先进的雷达，包括如果它具备反导能力，还要研制新型的这个防空反导的导弹所以说对印度的整个的工业基础对它的工业能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